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花了20天的时间开房车环游了挪威。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挪威最美的10个景点。挪威属于北欧4国之一，东靠瑞典、芬兰和俄罗斯，西部和北部则是深深的峡湾和漫长的海岸线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欧洲旅行地，它有着世界上最美的峡湾、看不见尽头的瀑布、终年不化的冰川、蓝宝石一般的湖泊和远离尘嚣的静谧的氛围。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挪威西南边的 Langfossen。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，全长有612米，在山脚下是看不见瀑布的尽头的。我尝试用无人机向上飞了很远，深入云端，依然没有看到它的起点。水流顺着山坡一直坠入 Akrafjorden 的峡湾，非常的壮观。它也非常容易到达，只需要沿着1134号公路开就会看见，路边就是停车场和观景台。只不过除了看瀑布以外，这里并没有很多其他的徒步路线。那么说到瀑布，就不得不提一下另一个特别美的瀑布 Skjervefossen。它没有 Langfossen 那么长，但是却更加的秀美。它离挪威的旅游小镇 Voss 只有15公里。我们到了停车场之后，还没有看见瀑布，就被停车场的公共厕所所惊艳了。从停车场旁边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到瀑布的中段，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有好几个观景点，只需要极短的徒步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最壮观的风景。那么说到挪威，就不能不提一下它壮美的峡湾了。其中最大的峡湾就是松恩峡 ，Stagasten Viewpoint 就是观赏峡湾的一个好地方。它在松恩峡的东南部，开车离 Bergen 只需要2个半小时。绕着山路开车爬升大概400米就可以到达路边的这个观景台。它的设计非常简洁，以一个轻微的角度直接延伸到半空中，从上面俯瞰紧邻松恩峡的 Orlandsfjord 峡谷的大转弯，有一种飞鸟一样的感觉。除了峡湾，挪威还有很多冰川公园。Bergen 附近的 Foggifona 冰川公园也非常值得一去。我们前一天晚上开着房车来到了公园脚下的停车场，在这里休息了一晚。第2天就开始了我们冰川徒步。刚出发的时候，在山脚下就可以看见远处蓝蓝的冰川。当时正是8月中旬，冰川上融化的雪水汇成小溪，从身边流入，连溪水也是那种不真实的青蓝。从这里徒步大概1个半小时就可以走到冰川脚下。不过要想继续往前探索冰川，就必须有专业的向导带队。作为挪威夏天最容易徒步的冰川，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我心中的第6名就是大名鼎鼎的 Trolltunga 了，它位于 Foggifona 冰川附近，紧邻 Alda 小镇。Trolltunga 的意思就是巨魔的石头，真的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延伸到半空中的巨石。站在上面俯瞰下方700多米落差的峡湾，仿佛站在世界的边缘，绝对需要不小的胆量。到达 Trolltunga 的徒步路线也非常有挑战，全程往返大概要22公里，需要总共8到12个小时。因为路线比较危险，而且山顶上一年大多数时间都有积雪，所以它只在每年的6到9月才开放。不过徒步虽然辛苦，但上去之后能看到这样的风景，绝对会让你所有的努力都变得有价值。第5名要推荐的就是 Southstraumen 了，这是一个造型独特的峡湾。由于极深的峡湾和狭小的开口，每当涨潮和退潮的时候，每小时都有40亿立方米的海水通过狭窄的峡湾进出。这种海水的巨大和快速的流动，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潮汐漩涡。Southstraumen 有一个横跨峡湾的大桥，非常适合观景。胆大的小伙伴们还可以坐船从桥下通过，看着自己在巨大的漩涡中间穿梭，绝对是一场非常难得的体验。Southstraumen 没有很多其他的景点，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单独来一趟。但它离 Bodo 的码头非常近，是去Lofoten群岛最方便的路线，所以路过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。第4名就是一个比较私人的推荐了，专门针对自驾的小伙伴，那就是 Tunisströmfjorden Lake。它在挪威中部的北特伦德拉格县，是挪威最大的岩石平原湖泊。由于它的位置离主要的旅游景区都比较偏远，所以来这里游客非常少，但景色却特别美丽。我们开车很意外地经过了这片区域，结果不仅看到了一路上最美的彩虹，还在这个没有任何人的清澈的湖边露营了1个晚上。它偏远到让人们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我们在湖边烧烤、做饭、游泳，享受了大自然的馈赠。要不是因为我们要赶路，真的可以在这里住上1个星期。
第3名也是一个很小众的旅行地，叫 Marble Castle 大理石宫殿。同样因为位置偏远，来这里的游客也非常少。我们是在去 Lofoten 的路上才发现这里的。它是由一片冰川融化的雪水在大理石岩壁上冲刷雕刻出来的洞穴、岩桥、花纹和地貌。大理石中含有的石灰石和冰川的雪水发生反应，产生一种特殊的蓝色，再加上岩石上被冲刷出波浪一样的花纹，看起来非常美丽。到达 Marble Castle 要徒步大概1个小时，大部分路况都比较容易，只有最后一段略微陡峭，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我心目中的第2名肯定也会出乎你的意料，那就是挪威的沙滩了，尤其是 Keflavik Beach。它地处挪威 Lofoten 群岛的中部，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种温暖开阔的沙滩不同。Keflavik Beach 坐落在一座山谷之间，周围环绕着拔地而起的陡峭的山峰。这里没有路可以开车到达，必须经过2个小时的徒步才能走到。这段徒步路线有些陡峭，但当你翻过一座山峰时，突然看到眼前出现绝美的海滩的时候，一切的辛苦都会觉得值得。这里除了海滩，附近的 Henningsvær 小镇也值得一逛，还有一个地标性的海边足球场。在这里踢球，有种现代和原始的奇妙的融合感。最后就要揭晓我心中的第1名了，那就是坐落于 Lofoten 群岛南端的渔村 Røyen。如果说世界上最美的峡湾风光在挪威，挪威最美的风景就在 Lofoten 群岛。Lofoten 群岛最美的地方就是 Røyen 了。这里4周高耸的山峰从海面上凸起，形成峡湾，把这个小渔村包围在其间。因为没有一丝风浪，海面有着平静如丝的幽蓝，和4周张狂的山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 Røyen 就像是山岚和大海簇拥着的一个孩子，纯粹而宁静。这个渔村常住的人口只有大概300人，直到今天，大多数人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以打鱼为生。村子附近有很多条接近满分的徒步路线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Røynbringen。这条路大部分都铺满了石阶，走起来非常容易。在山顶上可以俯瞰 Røyen 以及周边的峡湾，非常的壮观。我们还去了附近另外一条 Monkenbu 的徒步路线，在这个山顶上可以同时看见海岛两岸的海岸线，非常的奇妙。最后，我还在 Røyen 旁边体验了挪威传统的海边桑拿。我们今天在挪威的湖边蒸桑拿，这个是我们的桑拿房。在全身真的发热的时候，直接跳到不到10度的冰冷的海水中，这种体验简直不要太刺激了。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挪威我最喜欢的10个景点了。在去了40多个国家之后，挪威依然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地方。明年夏天，我们准备再花2个月的时间来一次更详细的房车环游挪威。下次依然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旅途的见闻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